离开罗东家乡之后，虽然短暂的在台北待了几个月，不过阿三悟幸运的以倒数第2名考进了淡江中学，这个坐落在淡水靠海边的山丘上，1914年由马偕博士公子接瑞莲所创办的学校。淡江中学虽然是长老教会的基督教学校，但并不强制规定学生的宗教信仰。在入学之后，阿三悟在校内马偕博士的墓园看到进行中的告别仪式，发现丧礼的完成可以用如此庄严宁静的方式，与传统那种吹西索米和啼哭的葬礼仪式截然不同。还有当时他在学校接触到的一些教友们，更是给予他主动的关怀，而令人倍感温暖。阿三悟从小就跟着长辈拜拜，在传统儒释道的敬天谢神文化熏陶中长大，丰盛的贡品总是比日常的饮食来得更为隆重。基督教的爱与希望，对于在农村成长的阿三而言，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冲击。阿三悟在高2时受洗，在校早晚都要做礼拜，聆听上帝的福音。不同的宗教信仰并没有对阿三悟造成冲突，反倒是将他的内心和思想层面渐次地拓展到一个更宽广的世界。这时候的阿三悟敞开心胸，接受所有的人事物，学习并融合各种多元的知识与信仰。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的理解，阿三悟对于制度化宗教或是仪式并不执着，各个宗教与信仰所蕴含的内在精神才是他所看重的。也如同之后他在艺术创作这条路上，面对各种学派和绘画技巧，他不执着于外在的形，而是体会内在的精髓。这样不断地汲取各种养分，也才让阿三悟未来的艺术成长之路更行稳健而久长。淡江中学特别注重人文精神和生活教育，这样的管理风格与当时的校长陈世志先生有很大的关系。陈校长会在新生训练的时候勉励学生，他说：“你们现在16、17岁，到了60、70岁的时候，用到的时间也不过几千天，其中还有一半的时间是在睡觉休息。我们每天都在花费时间，如果每天用1块钱，你能买到什么？是买单字，或是买好朋友，还是在聊天中度过？你们要珍惜时间，把每天当作币值来珍惜，因为不同的币值能买到的东西就有所不同。”这一番话对于头一次到台北的阿三悟犹如当头棒喝。阿三悟在淡江中学所接触到的老师都很会鼓励学生，于是阿三悟开始专心课业，每天住校生的晚自习都是最后一个关灯。第1个学年结束时，就获得免学杂费奖学金。这对于初中曾留级2次的阿三悟而言，初次体会到在学习上努力耕耘就会有收获。那从那时候就学校那个是一个教会学校，那个老师就好像自己家人一样，对你很好，连教官也都是很好，所以我们就住到那边去以后，好像在一个家庭那种感觉。所以我就开始很用功，所以我从第1学期开始我就拿奖学金了，第2届就拿奖学金。所以我爸爸总结的是台湾最好的学校是淡江中学。所以后来我把我女儿、我儿子都送到淡江去念书。另一个意外的收获，则是阿三悟在学校的运动会参加5000公尺的跑步竞赛。比赛前，他便拟定好训练计划，每天利用晚自习结束后的时间开始练习，穿着厚重的军靴，连续跑了好几天。由于体力过度负荷，造成免疫力下降，而引发第1次带状性疱疹发作。从此，这个症状就一辈子跟着阿三悟，像是一个咒语。每当工作过度疲劳时，还要再忍受这样的痛苦的提醒，要他懂得休息。这样坚毅的忍耐力，也造就了阿三悟的日式职人精神。从高中到现在，乃至于在创作路上遇到困难，阿三悟都是靠着毅力去支撑，绝不轻言放弃。每当阿三悟谈到工作的时候，认真的眼神还会闪烁着光芒。自从阿三悟学会使用智慧型手机的通讯软体之后，我们父子之间的距离真是无国界啊！每次通话的开头，他总是先叮咛我要认真工作，即使我已经在职场上认真工作了20多年，接着才会进入家常话题。想来，这应该是阿三悟从小被父亲的斯巴达教育养成的习惯。有时候我在工作上遇到瓶颈或逆境时，就会闭起眼睛冥想，而脑海所浮现的是
阿三五每天早上比我还早起工作的画面，日复一日没有停歇。每当想到这个画面，我的心里也就没有任何挂碍，只能咬着牙继续奋斗。我现在跟年轻人看到，他总觉得我好像一帆风顺或者平步青云，通常会这种想法。其实我也是因为这样，我到现在为止我还不敢稍微松懈，我到现在还在像那个刚毕业的时候的那种心情，就是好好在社会上冲，到现在还是有这种念头。